天山沉默如昔，权力却在无声崩裂。马兴瑞出局了。这位习近平钦点与彭丽媛是山东老乡、家族密交的军工系爱将，竟在一夜之间被撤下中共新疆书记一职，只留下一句冷冰冰的“另有任用”，人事命运瞬间销声。而接棒的竟是王岐山的旧笔杆子陈小江，一位深耕纪检、转战统战的政坛冷面刀手，如今从阴影中走出，空降这片最敏感的红色禁地。彭丽媛曾力保的马兴瑞，如今他也救不了。习近平再折心腹，军工系全面溃退，这意味着什么？王系人马回潮，中共高层的权力天平是否正在倾斜？从新疆变天到红墙再裂，这不只是一次人事更替，而是一场不宣而战的权力重排。本期节目，我们从马兴瑞的落幕与陈小江的上位说起，带您看懂中共内部权斗的新拐点。您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真。根据中共官媒新华社7月1号报道，马兴瑞被免去新疆党委书记职务，由63岁的陈小江接任，担任书记、常委、委员3项要职。对于马兴瑞的去向，官方仅称另有任用，但未做更多的说明。新疆党委书记的地位在中国各省一把手中极为特殊，不仅统管党务，还需同时负责军队和地方协调、民族宗教、维稳等敏感领域。这个职位往往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足见分量之重。马兴瑞是典型的技术官僚出身，66岁的他来自山东运城，早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深耕航天领域，曾任副院长、副校长，后来转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路升任至总经理兼党组书记，是中共航天系中响当当的人物。2013年，马兴瑞转入政界，从工信部副部长、国家航天局局长等要职起步，很快就被调任到南方重镇广东，历任省委副书记、深圳书记、省长。2022年，他再度空降，从经济一线调到中国最敏感的地区新疆，取代强硬派陈全国，成为新疆新掌门，也被视为习近平军工人马的代表。外界普遍认为，马兴瑞的仕途与习夫人彭丽媛有密切关联，两人是老乡，家族也有往来。正因如此，他一度被视为会接替蔡奇出任中办主任，或担任中共政协第一副主席。然而，如今突然被调离新疆，却不见新职安排。评论界解读，这是一种冷处理，实际意味着仕途可能已走到尽头。独立时评人蔡胜坤在海外社交平台 X 发文表示，马兴瑞的升迁主要靠彭丽媛支持，但航天系腐败持续发酵，让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自2023年以来，以火箭军腐败为代表的军方大案已掀下数十名将领，并延烧至军工企业。马兴瑞曾经执掌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也成为重灾区，两任董事长吴彦生和黎凡培，以及同样出身该集团的前中共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书记戴守伦等纷纷落马。蔡胜坤认为，马兴瑞的下场若能像张春贤那样转闲职、体面退休，已属不错。张春贤2016年被撤掉中共新疆党委书记职务后，只担任几个副组长虚职，并在隔年仅64岁时被踢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最终在中共人大结束政治生涯。那么马兴瑞的接班人陈小江是何方神圣？63岁的陈小江，浙江人，学的是水利电力，毕业后在中国电力报当记者，之后在水利部工作多年。这样的履历在中共政坛很不起眼。真正让他脱颖而出的是2015年调入中纪委，成为王岐山麾下的宣传主管，从此踏入中共权力核心。此后他当过辽宁纪委书记、监察部副部长。在王岐山卸任中纪委书记的同一天，他升任中纪委副书记，正式迈入正部级。此后陈小江转战统战与民族事务系统，担任国家民委主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一路行走在中共最讲究政治忠诚与意识形态的领域。
如今空降新疆，意味着这位王岐山旧部将在中共21大上进入政治局。这场人事更替的背后，也牵动着整个北京权力动向。近来，习近平的亲信连连被清洗或被边缘化，尤其在军中大换血，让外界怀疑习是否还真的牢牢掌控全局。印度英语媒体 CNN News 18报道，5月底至6月初，习近平非正常地淡出公众视野，引发各方猜测。他们援引高级情报人士指出，习近平的缺席并非罕见，中国历来都有将重要领导人边缘化的历史。中共先前已对3位重要领导人采取类似措施，将他们的实际权力降至仅具象征意义的水平。高层情报人士透露，实际权力掌握在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侠手中，他背后有胡锦涛派系的中共高层支持。报道还提到，习近平思想在官媒中逐渐降温，高层旧人重新出场，这一切都在释放权力转移的信号。顶级情报人士示警，中共已将内部问题和不稳定因素外化而闻名，尤其是在针对印度时。自2024年末以来，中共军队西部战区司令部经历了多次改组，这表明战地指挥官可能会加剧实际控制线沿线的紧张局势，并可能在阿鲁纳恰尔邦和拉达克采取行动，以展示忠诚或转移人们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作为印度媒体，自然关注中印边境冲突的问题，不过国际社会更多关注的是中共是否会挑起台海战争，以转移内部压力。法国重点周刊近日发文指出，中共军力与美军仍存在天壤之别。即便中共舰艇数量超过美国，但多数为近岸炮艇，且船员训练与总吨数位远远落后。韩国海洋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布兰丁警告，不要被视觉错觉迷惑。在台湾问题上，中共更倾向采取多领域打击策略，包括封锁、网攻、空袭与空降，阻止美国与盟友驰援，胁迫台湾在没有全面入侵的情况下就范。而美国也没闲着，启动了千架无人机的复制者计划，与 F-35战机协同作战。再加上11艘航母对上中共仅2艘旧型航母，军力差距仍如公牛对青蛙。此外，中共内部腐败与持续的军系反腐也削弱其实战能力。若中共真挑起台海冲突，将是高风险的赌注。从马兴瑞被换到陈小江上位，从航天系失宠到王系人马登场，从中共内部震荡到国际战略焦虑，整个政局正在悄悄地转向。观众朋友，你怎么看这场新疆政局异动？欢迎留言讨论。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